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刚刚更新结束了。今天我们又来看一下这一次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有什么隐藏的更新。点开流神古卷就会看到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并不是给你选择你要哪一个兵种，而是你完成任务之后才可以给你选择。像之前流神古卷完成任务之后都是拿到固定的兵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你选择自己想要的兵种。在更新之后比较人性化，毕竟不是每一张图纸大家都想要的。不过改成自选，一方面也是为了要让大家去购买这个礼包。接着就是军器的动画，还有军器的一些小改动。当你们点开箱子之后，就会看到一个打开箱子的动画，这个是之前没有的。那这里的操作界面依然还是如此，你可以批量选择处理要哪一些军器，哪一些不要，然后删除。这部分是完全没有改动的，那么有改动的部分将是在游历还有委托的部分，但这个只是细微的改动而已。我觉得改动的原因就是有不少的玩家可能误点了，我就稍微拿我这个小号作为示范。那你们点开之后就可以发现到游历原本是在右手边的锁住还有回收，现在是已经搬到中间去了。其实放在右手边，因为有手指挡着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会点错，把原本要锁着的变成回收。像是放在中间，你的手指要过去的距离就变远了，大家就比较难误点。我认为这个是更新的小巧思。再来就是装备方面，因为之前有玩家投诉装备太多了，这个位置不够放，或者是有些玩家可能要不同的搭配，有些是套装的搭配，有些是4+2，有些是3+3，或者是2+2+2的搭配。所以显然的，官方之前给的位置是不足够的，所以他们直接增加到30个。但是很遗憾的，官方依然还是没有增加一键清空的按钮。当我们想要把这个装备换下来的话，只能一件一件拆卸。我个人的做法就是在第一格的储存档里面放一件装备而已，并且那件装备是没有用到的，像是采集装备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饰品之类的。其他的存档就储存正常的装备。当你们要一键清空自己装备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第一格，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当然的，如果官方可以直接设置一个清空按钮，当然会更好。就算不是用我这个方法，你也是要把原本的装备换去另外一个统帅，也是要点选另外一位统帅，把装备换上去之后才可以清空原本那个统帅的装备。这样的做法还是多此一举。接下来因为奥西里斯联赛即将要开启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是出现了新的皮肤。不过因为国际服跟国服的时间不一样，国服目前是第5赛季而已，但是国际服已经是第8赛季了，所以你们看到的皮肤应该是跟国际服不一样的。这一次国际服新的皮肤叫阿普卡鲁之望，我看到有些人说这个皮肤很丑，但是我觉得这个皮肤很帅耶。那我觉得是已经换了新的设计师了，现在他设计的那些皮肤呢都是有带翅膀，并且这个皮肤比较适合在晚上看啊，早上看的时候就看得并不是这么明显。我给你们看动画版本的比较早上跟晚上的画面，显然在晚上看这个皮肤会更胜一筹。不过原则上这个皮肤的整体设计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都是直立向上，不像以前的设计有圆的、宽的、扁的、长的。至于这个皮肤要进入季后赛之后的队伍才可以获得。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 5%， 骑兵攻击力减 5%。 那也因为这个皮肤是史诗级的皮肤，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特效，只是在屋顶上面有一个荷鲁斯。再来还有一个隐藏更新，就是拉普整容了，我的天哪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整容之前跟整容之后的差别，再加上我是美术生，我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很明显的就是左手边原版就是已经吃胖的武士，看起来不太能战斗的样子，而且很丑。如果你们根据我之前放出来的图片呢，拉普本身的身体是比较健壮型的，而不是像左手边那样子已经是一个吃胖的大叔。如果我是菲律宾的玩家看到肯定是会抗议啊，他妈的你设计这个什么鬼啊。显然在更改右手边之后，身体比例比较正常，但是头还是稍微有一点大。事实上他的脸部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他只是转换了一个角度而已。因为你如果是看左手边的话，会感觉他在用鼻孔看人，换去右手边那个角度会比较自然一点，就是看着你的方向，而不是用鼻孔看着你。不过就算是改进之后，有一些玩家还是觉得很丑，我是觉得改进之后有比较顺眼一点啊，至少比起前版还要更好。不过拉普这位统帅也算是我玩这个游戏将近6年的时间第一个设计改动最快的统帅吧。之前像是拜巴尔、伊兹文的改动其实速度也没有像这位统帅这么快。但是我想说，既然都已经改了，为什么鬼神吕布不要改一下他那个下巴还有身体比例我真的不能理解。
它改成像拉普拉普这样子，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诶。接着就是埃及之战的更新了，现在多了一个个人数据。不过我的小号是没有打埃及了，所以这边没有数据看。等一下我会切换我的大号给各位看。至于在技能方面呢，在之前我就有做过影片详细的解说，有哪一些技能是有改动了，改动了多少的点数，还有系数，还有增加新的3个技能。那因为在之前已经说过了，所以今天我就不再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至于平时有打埃及或者是玩联赛的玩家，就要多留意这些技能了。那个人数据我是已经切换到我自己的账号了，不过我打埃及的次数并没有特别多啦，算是一般而已。不过各位还是可以看到我平时带的统帅确实全部都是骑兵，只是我没有想到萨拉丁居然是我出场数最多的统帅。我原本还以为其他的统帅出场率会更高一点。记录方面可以看到我一场平均击杀多少的部队，还有积分。野战的战损是赚还是亏的，有多少次的集结驻防，集结驻防的战损，个人得分，并且还增加埃及版的星星，但是这个只有参加奥西里斯联赛、奥西里斯巅峰赛、冠军巅峰赛的玩家才可以拥有这些星星。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打埃及的话，是不会获得这些东西的。至于统帅方面，其实还可以点选更多，查看你哪一位统帅获得的积分最多。像我的话，司机真的击杀数是最多的。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自己点开查看哪一位统帅输出是最多，拿到最多积分的。像是一些积分获得特别少的统帅，可能你们要换掉搭配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数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性。再来还有其他记录，比方说你参加了多少次比赛，连胜了多少次，护送几次灵柩，多少次胜利，最高连胜有多少次， MVP 次数有多少次，这些都是至高的荣誉。当然我的记录并不是最好的啦。至于他这些记录是以什么东西来计算的呢？你可以点开问号。那国服我不知道啦，国际服是从2021年8月12日开始计算的。至于荣耀之路，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星星呢，将会在2021年开始的奥西里斯联赛，有进入32强的联盟才会计算。至于巅峰赛、冠军巅峰赛将会在2022年8月开始计算。至于统帅方面呢，那些记录将会在每一年的1月1日重置，也就等于说你们现在看到我的搭配全部都是从1月1号开始记录的，所以没有像以前 KVK2 的搭配组合记录是很正常的。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看埃及的比赛而已，你可以切换去其他的，比方说有奥西里斯联赛的，有埃及之战的。像我没有打过奥西里斯联赛的话，我的记录全部都是0了。这一次更新除了增加个人数据之外，还有增加信誉分。因为像之前有玩家社群反馈啊，一些玩家面对面的问题呢，有讲到那个玩家消极比赛之类的问题，所以官方增加了这个处罚机制。原本大家的信誉分都是100的，然后当你们收到一些邮件的时候，将会扣除分数。幸运分剩下多少会有什么影响？比方说你的幸运分有100分，你将会收到警告而已。如果你小于90分，就会扣除个人积分，但只要你的幸运分低于75分，就不能参加黄金战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扣除分数呢？各位可以查看下面的列表。比较严重的行为就是消极比赛啊、挂机啊，进入比赛之后没有拿到个人积分，然后没有操作，这些都会扣除分数。扣除分数的计算就等于说，如果你是第一次犯错的话，就是6乘1扣6分，第二次犯错乘以2等于扣12分，最多只能犯错3次等于18分。所以这边扣除分数速度其实还蛮快的。一般的违规行为像是你在骂人啊、打广告之类的，跟刚刚的计算方式差不多，不过这一次是扣除2分，没有像上面那个扣除6分这么夸张。那当然还有恢复的方法，参加黄金战场不管输赢就会增加10分每参加1局，白银战场不管输赢就增加5分每参加1局。自然恢复是给那种没有办法再参加比赛的玩家，就会慢慢恢复，但是恢复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每16天就会增加3分，这个增加速度真的是太慢了。如果你们想要更快的恢复你的幸运分的话，最好还是参加比赛啦。这一次更新也是增加了军器7日补给，价格跟资源的7日补给是一样的。然后军器的7日补给是每一天可以获得3个军器宝箱，但是是紫色的，可以自选阵型，但是有机会开出金色或紫色的军器。最后的改动就是在公告里面有提到的铭文币宝箱，现在不会再给紫色的铭文了，会给洗炼石。你是在更新之前就有开过铭文币宝箱的玩家，不用担心，之后也会补偿洗炼石给你们，但是具体补偿时间我不能确定。以上就是更新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当然我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全部，有一些隐藏东西我没有发现到。
欢迎各位观众在评论区补充。这一次最让我更新意外还是拉普的设计改动了。至于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